心灵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我们的生命历程。在这趟心灵成长的旅途中，你又走到了哪一个阶段？也许此刻的你正浑噩度日，追逐着外在的虚荣和欢愉，却不曾留意内心的荒芜。又或许你已开始质疑生活的意义，对昔日的一切感到困惑和不安。有缘人，不要惶恐，这一切都是心灵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正如蝴蝶破茧而出，心灵的觉醒也必须经历蜕变的阵痛。在这漫长的旅程中，我们会跌宕，会挣扎，但只要坚持走下去，终会抵达心灵的彼岸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觉醒之旅，探寻心灵成长的5个阶段，从迷茫到清醒，从困顿到自在。让我们携手见证一个崭新的自己的诞生。心灵的觉醒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踏上的生命征程。此刻，我邀请你怀着开放的心，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，因为改变的钥匙就在你的手中。心灵成长的第一阶段，心灵睡眠期。在生命的初始，我们大多处于心灵的沉睡状态，像一个出生的婴孩，对世界一无所知，只凭本能地追逐着欲望和满足。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外在世界，金钱、名誉、权力、爱情，我们为之欢欣鼓舞，也为之忧虑不安。殊不知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，真正的自我尚未苏醒。就像那个辛勤工作的年轻人，他每天披星戴月，只为了加薪升职。他以为只要有了足够的金钱和地位，就能得到幸福和安全感，却不曾察觉内心的空虚与迷茫正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他。又如那个追逐爱情的女孩，她不断地在一段又一段的感情中寻找着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。她以为只要找到了那个对的人，就能填补内心的缺口。殊不知，真正的爱与满足只能从自己的内在获得。在心灵睡眠的状态下，我们就像一叶扁舟，在欲望和执念的海洋中随波逐流。我们看不清生命的方向，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直到有一天，命运之手猛然敲击我们的心门，我们才恍然惊觉，生命不应只是如此。心灵成长的第2阶段，困惑质疑期。当心灵开始隐隐苏醒，我们步入了困惑和质疑的阶段。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事物开始显得可疑而没有意义。我们开始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我们曾经追逐的一切，是否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？这个阶段充满了迷茫和不安。我们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在未知的森林中徘徊。曾经的信念和价值观
在怀疑的阳光下分崩离析，就像那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。在一次意外的病痛中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他突然发现自己为了事业的成功牺牲了太多家庭的时光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是否走错了方向。又如那个家庭主妇，在孩子渐渐长大离开家庭后，他开始感到茫然和失落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过去的20年，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家庭上，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。困惑至一期，虽然充满了痛苦和迷茫，但它却是心灵觉醒的必经之路。因为唯有打破旧有的思维框架，我们才有机会重建新的认知和价值观。这个阶段就像一粒种子，在破土而出的过程中，经历着阵痛的考验。心灵成长的第3阶段，自我关照期。当我们审视内心的时候，心灵成长进入了自我关照期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拨开伪装的面具，直视内心的恐惧、脆弱和阴影。我们开始意识到，许多的痛苦和迷茫，其实根源于自己的无知和执念。我们开始学会接纳并拥抱自己的不完美，就像那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，他终于意识到内心的空虚源于他对外界成就的过度执着。他开始学习放下，转而去倾听内心真正的声音。又如那个家庭主妇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发掘内心深处被埋藏已久的梦想。他意识到，孩子的离开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，而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自我关照期是一个澄清的过程，我们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，审视着自己的内在世界。我们开始明白，许多的问题和困扰其实并不在外界，而在自己的内心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开始主动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，改变我们对生命的态度。心灵成长的第4阶段，知行合一期。当内在的认知和外在的行动开始统一，我们进入了知行合一的阶段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开始主动实践内心的智慧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活出真正的自己。我们不再被外界的评判和期望所左右，因为我们已经明白，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只能从内在的平静和喜悦中获得。就像那个中年人，他开始重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。他学会了放慢脚步，享受当下的美好。他明白，真正的成就不在于外界的认可，而在于内心的丰盈。又如那个家庭主妇，她终于鼓起勇气，重新拾起了绘画的爱好。她开始用画笔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渴望。她发现，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照顾家庭，也在于实现自我的价值。知行合一期是一个不断突破和超越的过程。
我们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渐渐地褪去了心灵的桎梏，活出了更加自由、更加本真的自己。心灵成长的第5阶段，心灵觉醒期。当心灵完全觉醒，我们进入了生命的最高境界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彻底洞悉了生命的本质，明白了一切的因果和循环。我们不再执着于外在的得失，因为我们明白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没有永恒。我们学会了随顺因缘，在变幻无常中安住当下。就像那个中年人，他最终放下了所有的执念和忧虑，在简单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。他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抵达某个目的地，而在于这一路的体悟和成长。又如那个家庭主妇，她终于明白爱的真谛不在于付出多少，而在于付出的那一刻是否真心喜悦，无所求。她学会了爱人也爱自己。心灵觉醒后，我们的生命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，洁净、圆融、自在。我们超越了善恶、美丑、得失，在纷繁的世界中活出了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。我们明白，觉醒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因为生命从未停止过成长和进化。在觉醒的那一刻，我们终于发现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这一路的觉醒、成长和提升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趟心灵觉醒之旅的勇敢践行者。有缘人，不要害怕变化和不确定，因为它们是心灵成长的催化剂。拥抱这一路的体验和感悟，因为它们将塑造一个更加真实、更加圆满的你。生命就是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在这趟心灵觉醒的旅程中，共同探索，共同成长。从心灵的沉睡到困惑的质疑，从自我的觉察到知行的统一，再到最终的心灵觉醒。这一路，我们或跌宕，或彷徨，但每一次的阶段性蜕变，都是通往真我的必经之路。记住，觉醒不是目的地，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。唯有不断的突破和超越，我们才能在这趟生命的旅程中活出最真实、最美好的自己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的陪伴。如果这个视频触动了你的心灵，请用你的善意点亮赞美之光，并订阅这个充满正能量的频道。让我们一起将这份智慧的种子播撒到更多人的心田。因为分享就是财富，因为传递爱与光就是无上的修行。